下一个梦想杀手系列，陷入舒适圈。但是 Frank， 我已经有一个美好的生活，当然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最美好的生活，我大学、中学时想要的东西，我大概已经忘了这些东西了。但是我现在挺舒适的，我有一个不错的工作，不错的感情关系，不错的健康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活下去呢？我不想做出任何行动打扰这份舒适感。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这种思维的问题就是你在卖空自己。更糟糕的是，你不只是在卖空自己，而是扼杀了你的所有潜能。你在生活中全部激情和机会，但是这个策略是不会成功的。那些忽视这个策略的人，他们都会发现那个更高的自我，那个负责启发这些想法的自我，那些想要在你生活中做非凡事情的自我，你中学、大学的自己，这个更好的自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你能做的只是压迫它而已，把它放在一个阴暗的角落。但是在你脑袋里，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声音在对你耳语，它会让你感到凄惨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就像一个癌症。你刚开始忽视了它，但之后它会慢慢的扩散，到最后变成一个很烦人的东西。这就是会发生的事情，你会对你选择的生活感到反感、厌恶，因为你的大脑会知道你其实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事情，更伟大的事情。你或许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你可以改变自己，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，你可以改变你的朋友，传输正能量。但你没在做这些事情，你选择安家落户在平庸的生活上。这就是我开创人生课堂的原因。我希望你们可以不断的自我进步。Abraham Maslow 也说过，自我实现或自我提升是一个必须的东西，它不是奢侈的东西，而是你生活中一个必须存在的东西。它就像你的身体需要营养一样，营养在你的身体是一小部分的东西，但如果你缺少了某些营养，你就会开始生病了。你说，如果你把一切的生活必需品给一个普通人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不会满足的，他的欲望会越来越大，最后发展出一些功能失调的行为。所以你是不会对这个舒适就好的生活概念感到满足的。我需要你认清这个现实。如果你认为你会在你剩下的人生中感到舒适的话，你是不可行的。所有你在生活中忍耐的东西，也许你在忍耐你的上司，忍耐你的伴侣，那个不适合但是不错的伴侣，忍耐你的职业，不适合你的职业，忍耐那个达不到预期效果的生意，这些东西都会把你活生生的吃掉，它会磨去你对生活中的热情和动力。然后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去，你就会开始慢慢的自我暗示你得放开了，你根本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对生活失去了热情，你感到痛苦，羡慕其他人，开始发脾气，有时候是恨这个世界，有时候是恨自己的没用。你心中想要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，然后呢，在你生命晚期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有很多的后悔。在目前你会开始感到自愧，为什么自己做不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，那些你该做的事情，最终你会得到很多的后悔和怨恨。对我来说，一个可以领导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想象自己的生命尽头，看到50年后的自己，那个躺在病床的自己。在那时的我会不会对我没做的事情后悔，就因为我想要懒惰或待在舒适圈而没去做的事情，那些我知道自己该做却不做的事情。因为我知道我只有一条命，我只可以活一次，就一次，就一次，就一次。然后我答应自己要在这个一次的生命里活出我自己，因为50年后就是我值得休息的时候，在我退休的时候，在我不再负债的时候，我才休息。现在是行动的时候，是把自己推出去的时候，现在是看看自己有多大能耐的时候。我被赐予这个美好的生活，这就是我拥有的东西，在我出生就得到的祝福。到底该怎样才能把这个生活活得精彩？这就是我要你思考的问题。不要成为那些在40、60岁的时候拥有生活危机的人，现在就开始拥有它。我是一个支持在20岁或30岁时就开始拥有生活危机想法的人。我已经拥有了很多生活危机，
生活中不断发生对我不理想的事情，逼迫我做出那些其他人没做的东西，让你茅塞顿开。妈的，我一直以来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，这些东西根本无法和我更高的自我相比，我应该努力一点，提升自己。试试把生活危机提早，这样的话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你在60岁的时候才有生活危机，那么你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。现在就开始领悟、意识，然后活出一个很棒的生活。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就像你要把生活烦恼都敲掉一样，敲下那个钟。谢谢你。